我想啊，这个台湾本来就不是独立的存在于地球之外啊，所以现在随着疫情啊，包括病毒的变种迟早进入台湾造成一定程度的感染扩大。我想这个在科学上也是。不是这个不太难预料的事情。那当然，大家知道这次的这个疫情，现在来得又快又急，主要是在于3个缺乏了。第一个缺乏筛检的能量，所以让一些真阳性的患者在社区里面这个。在被这个隔离之前，恐怕已经传播出去。那第二个是缺乏这个收容跟医疗的能量，这个世界各国都差不多了哈。在初期都会碰到这个现象。那第3个就是缺乏疫苗了。那这个缺乏疫苗，当然有各式各样的原因。在过去台湾遭到这个国际间的这个围堵了哈，特别是在世界卫生组织这种能够处理世界卫生事务的国际组织没有办法公平的参与导致于说在这个疫苗分配上受到这个一定程度的影响。那这中国的因素，然后呢这个国内是不是非常的这个压注在国产疫苗，而不是特别集中在这个不计一切方法获得外国疫苗。我想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啦。不过我个人认为现在这些问题提出来的人士已经非常多了。换句话说，这个要找到问题再对症下药是比较容易。所以问题虽然严重，重点这个是在于说我们应对的方式是不是有，而且这些有的方式是不是有效。如果这个问题虽然严重，但是应对的方式有效，那我想还不用太担心。如果应对的方式找不到，或者是就算有，但是也没有效果，那恐怕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目前看来呢，这个疫苗呢，当然政府呢不管怎么样，应该全力的来获取特别是获取这种安全具有效果的疫苗嘛。目前看来这也不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这个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已经这个像英国、以色列、美国已经广泛施打疫苗。疫苗的来源、疫苗的效果、疫苗的使用相关医学跟公卫上的各种这种数据我想应该都不成问题，所以应该没有任何理由再去杯葛或者是阻挡或者是怠惰于这一块的这个强化了。这一点我觉得这个政府呢这个是一个民意产生的政府应该有这方面的自觉。那我另外比较这个担心的是一个问题了，就是台湾跟世界各国不一样的，就是台湾有非常大的外在威胁。那这个外在威胁大家当然知道就是中国了那中国会不会趁现在台湾这个疫情相对严重的时候趁势这个采取这个武力或者是其他的这种不利的作为我想这个才是台湾首先需要担心的事情。因为呢疫情怎么防范世界各国相对经验比较多了疫情也不见得会说真正的根本的摧毁一个国家的政权或者是他的生活方式，但是敌人却会了那这个中国会不会在这个时候在台湾的国安甚至于这个上面形成严厉的挑战我想这个可能性是绝对不能忽视的。特别是现在政府这个台湾政府因为防堵的这个初期比较不成功所以呢这个民心跟政府的信心现在相对是比较低的，也就是它现在是一个比较脆弱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中国会不会认为第一个你危机处理的能力其实不怎么样，第二个认为你现在号召人民起来抗敌或者是调动资源的能力也不如过往，也可能比较低。然后呢，如果说你进一步没有跟美国取得更多的疫苗，不管是用购买还是其他方式那美国对这个问题好像也不是很积极。如果中国的认知是如此的话，是不是认为说美国的对台湾的支持也不过如此？这些都对中国有可能是非常危险的鼓励。一个是台湾现在脆弱，所以御敌的资源不足；一个是台湾政府现在因为防疫这个失利的关系这个
暂时这个失去民心，或者是民心支持度不足，号召力跟动员能力不够。第三个是美国的态度这些问题我认为才是台湾现在所需要面临的最重要而且是最严峻的问题。因为中国跟台湾的实力差距是存在的也有解决台湾问题的意愿，只是在于什么时候动手，用什么方式动手。如果呢中国有了这种错误的认知，或者是这种鼓励那这个恐怕来讲就非常的这个严峻，而且也不是我们这个光从我们积极防御全民配合就能够一定的解消中国的这种野心所以我认为台湾当务之急是不能够让这个疫情扩大成为这个国安跟甚至于是这个整个生存的问题。我认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还没有碰到过的。世界各国虽然疫情很多都比台湾严重很多，但至少没有一个国家体制还是主权会遭到严重的损害还是这个甚至这个瓦解崩溃的问题这个台湾是真独一无二，甚至连以色列它这个虽然是强敌环伺，但是也没有这么严峻的挑战。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以色列在去年一度疫情也是相当严重就感染人口的比例在世界上是甚至可能一度还比美国来得高了但是它就是不计一切一定要这个获得疫苗，就是要让全民具备基本的免疫力。在他们的眼中，这个就跟打仗的时候获取御敌的武器用来保卫国家生存是同样的概念那今天来讲，我认为台湾也到了差不多这个关口了所以怎么样能够尽一切的努力，一切的代价建立起这个全民的免疫能力一方面让全民赶快摆脱疫情，减少人命跟经济的损失；另外一方面也是向我们潜在的敌人展现政府的能力。这个展现这个能力就是一个具体的贺阻。如果让这个外敌觉得政府没有能力那我想这种这个一旦错估形势那状况会非常的严重我认为现在来讲，就是再去计较过去一年是不是已经这个太过乐观啦这个太过马虎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事后的事情。现在是怎么样能够展现出政府的能力迅速的这个解决这个问题，不只是解决问题的本身也是让这个外敌觉得没有可乘之机，我觉得这非常重要。真的，国成老师刚刚提到，心里我一直在想说，对很多国家来讲，防疫不力，当然第一个是人命，这个全世界都皆然，因为病毒没有去分人种，没有去分你的年纪但很多国家跟我们不一样的是，他们顶多做不好就执政党下台，下次换别人执政。对台湾来讲，这不是换一个执政党，我们搞不好就换一群人来统治我们。这个所承受的这些风险的确是非常不同